可能先用双手跟你过一阵子 ，OK， 哦，然后打，那你知道我大概这个空间以后，我才突然换出去。我们很久没有拍中式兵器了哈，这次特别请詹老师来讲一下我们形意八卦的中式双手剑它的特色在哪里？我们先讲它的优点，然后再讲缺点。好，那优点当然它就很长嘛，它是双手长剑，所以它跟单手剑看长那么多，对吧？所以一寸长一寸强嘛。是。那我的距离空间上当然就比较强。是。第二个是因为它双手持握所以它发力会很强大。是。发力会砍劈威力会比单手拿还强很多，对，因为我身体整身结构压上去嘛，是，刺激也比较长，结构比较强，所以相对来讲它产生的结构力量会大很。OK， 那这大概是优点部分。那相对于单手剑的劣势，就是因为它长，所以它重。OK， 你要做一些转换的时候会相对慢一点点。是。那再来就是它在有时候接剑的贴身的时候，会稍微比单手剑来的钝一些些。会比较慢，因为它比较长。所以你要转动。但是如果你会借的话，在小角度内，你做这种弹杆其实会蛮快的，会比单手来得快。所以它的角度比较刁钻那老师在中式双手剑在技击上有没有什么优点？因为它长，又双手持握，所以它做点劈跟刺击类型，它的优势会蛮大的。例如说我可以在距离外就做出这一类的动作，我不需要我站到很近才去打，我可以在大量斜角就做到这个动作。这跟棍不需要切到很深嘛。这跟棍比较像。或者是因为我的双手结构比较强，我单手可能拨不太动它的剑，但双手就可以上去。OK， 结构强嘛。再来是距离外的动作，我可能变单手切入，不一定。OK， 但这种角度 ，OK， 它有的剑法的优点，然后又有着结构强大的特色。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中式双手剑有大量的双手转单手的技巧，那你这方面对于技击有没有什么建议？单手转双手，第一个要考虑的是你单手吃不吃得住。OK， 所以你要做这个技巧，首先要考虑你的单手承载力够不够。第二个在实际上应用的时候它比较需要战术的铺陈。OK， 何谓战术的铺陈？我可能先用双手跟你过一阵子 ，OK， 然后打，那你知道我大概这个空间以后，我才突然换出去。不要一开始就距离外就上去了，绝对干掉你可能需要给他铺陈，让他习惯这种结构，再换。OK， 需要战术上的铺陈，而不是一开始就把这个东西放给他看。OK， 了解。突然来个一下，好，那硬条件就是你手腕要吃得住。